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一样，在上礼拜呢，你看到周六跟周日蓝绿白三大阵营全部都卯出了全劲儿。那在各个地方造势，有在新北的，有在桃园的，有在高雄的，所有这些地方，那各个地方的每一个政党，你会发现大家诉求的主轴虽然荣获有一点差异，但是很厉害。当然，蓝营一定就告诉你要反霸。那绿营这个地方要把所有的票全部都推出来，那包括把傅昆萁拉进来，把反共摆在那个主轴。那白营这个地方呢，当然对柯文哲主席来讲话，柯文哲主席现在的状况也摆在这个里头。所有这些状况现在看起来，如果你真的把这几场全部看起来的话，好，第一个对，林涛今天在吧？哈，对，35.8啊，林涛很早以前说是8席，确实是8席，35-8。那这个35-8对于未来的气势上会有什么影响，或者策略上会有一些不同吗？因为现在各自阵营里面有攻有守，会出现这个状况。现在民进党29、30，那一个在高雄场，一个在新北场。那新北场这个地方呢，媒体上号称大概有1.2万人左右。OK， 那对于蓝营来讲的话，也是29、30，桃园跟台北这个地方好像在大桥下那些地方。那媒体上讲，大概是数百近千。那对白营来讲的话，329跟330呢，包括在高雄，然后在新竹，那大概也是几百人。那所有这些的状况看起来的话，各自希望能够拢聚一些支持者。现场的人也许对他们来说，那是气势的问题。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希望透过所有的宣讲，让所有的媒体，让所有支持者都知道，你可以完全看得出来，民进党锁定了几个，第一个傅昆萁，然后要下架国民党立委，就是下架傅昆萁拒绝当附水组织。一个是傅昆萁，另外一个包括卓奎在演讲的所有的过程的时候，把翁小玲要所资摆进来，把曼谷这次的地震里面是不是有一栋大楼？你看到触目惊心的这栋大楼，是不是中资合盖的一个？然后把这个包括陈英珍是不是当时呢有在离岛条例里面有讲说要引进中国工程公司来承包各项工程，全部摆进来。一个傅昆萁是主流，另外一个反共也摆在这边。绿营策略非常清楚，主打这两项。蓝营看起来的话，韩国瑜院长被抓出来，在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OK， 反罢免就是支持韩国瑜继续领导立法院，这现在是一个主轴。另外一个主轴呢，包括赵少康说的，这是为柯文哲报仇的，也要站出来反罢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徐小青就直接喊出来了。徐小青说，黄国昌有传讯息表达愿意协助，徐小青盼望松信成为蓝白和反恶霸示范区。每个各自阵营策略非常的清楚。白营这个地方，当然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柯文哲主席的身体健康各方面，那尤其在29、30这几天，那北所让柯文哲主席是不是就医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他们在争执的一个重点。那黄章一定的，所有只要有黄章主席，就一定有赖清德总统，好吧？那赖清德政府要借由所谓的推动全国全面罢免，改变国会结构，是选书，然后冰斗，是所有这样一些每个阵营的策略。好，现在看起来一个一个来看，冠廷是。你们在29、30觉得对你们当初设定好的一些的目标，包括罢团所有在现场达到你们的目标了吗？我先讲其实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真的天气很冷啊。对，昨天在我们新北那一场啊，那个现场大概13度，那个有照片为证因为那个体育场的旁边有那个温度计，然后这边就13度，那现场又下雨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真的很担心说人会不够多，但后来其实那个士气如虹啊，大家很团结。我自己还去印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巾啊，我印了2000条。去现场发1个小时内2000条全部发完，然后就是大家然后就绑在上面嘛，就是那个橘色头巾，人民是头家。那现场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实的人数了就是整个舞台的中间这边，而且我们这次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把这个椅子排的比往常的座椅来的近所以它坐的比较多人。然后呢，旁边这是从后面舞台往上面看去，所以我们当然对外宣称，因为还有外面的人嘛，然后以及坐在坐台上面还有人，但实的现场的椅子是7000张，后来又加1000张，实的椅子是8000人所以我们讲12000人算没有超过了那以这个天气跟状态，人数这么多。我们说真的，老实讲也是打了一些强心针啊。就是新北市，我们也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大家想要罢免这个国民党立委的那个士气到底多高？这场来讲，第一个人数是我们认为是 OK 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诉求啦
现在整个国民党全台各地被罢免的立委当中，会有超越全国的人的仇恨值，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傅昆萁，所以我们当然也出了这个新的文宣了哈，就是说你要让他代表你吗？你要让傅昆萁代表你吗？所以全民站出来拒绝当附随组织，我们直接列出了9大理由。这9个理由很简单了哈，搞垮国家、拖累经济、不顾民主、不愿反共、牺牲未来、罔顾程序、践踏专业、教坏小孩、恶仆妻主。其实基本上这一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网站看了哈，里面每个细基本上就是把过去这1年的时间，国民党当中的这些立委们没有去替人民发声，反而变成是傅昆萁的附随组织的理由放在里面。那采取行动。给傅昆萁一个教训，那就是给国民党教训。这个老实讲出来之后，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回响比想象中来的大。就是说，所有人讲到傅昆萁，也许花莲他真的很强，但花莲我们这几天也讨论，就是他松动了嘛。哪怕到了这个傅昆萁，不只是花莲松动，是全国各地。说真的。有谁就算是很支持国民党，会觉得傅昆萁是一个形象好，那个专业性佳，然后很为国为民的形象，感觉不是嘛？所以基本上他形象真的不好，这会变成是其中一个破口。那比较特别的是卓荣泰院长哦，我觉得他每一场这个宣讲啊，都有备而来。我们这个昨天遇到他的时候，他在后台，我就过去，卓院长，你可以讲那个不要给翁小玲资料啊，国安相关的，我们大家都给你赞，很棒啊！大家就议员的立委围过去嘛。昨天长跟我讲，我今天有新招，我今天会讲议员制就是与时俱进。昨天因为是在新北嘛，然后昨天长就昨天有点议员制嘛，就是原来什么都不知，就卓院长很重视这个活动。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场诉求一开始就是希望把行政单位受到这一些蓝营跟白营立委他们的就是非理性监督，然后造成了整个行政系统没办法好好的运作。那所以几个部会首长。其实反应也很好，洪申翰啊、刘世芳啊等等，那现场就是把他们自己的部会、劳动部啊、内政部啊受到了影响，跟大家报告。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一场一场办下去了哈。接下去当然还有台北场，那这个是党中央本来的8场大的。上周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因为老实讲，大家就说可不可以加场啊？所以我们现阶段就是整个地方的党公职，目标要办300场。OK， 那就不是什么这种。大全部就是拼大场的，是小场的，小到邻里，小到活动中心，小到可能你封路然后来办。这个其实接下去这300场是我们第2波的重点。OK，来林涛，接下来是蓝营这个地方。好，如果你看刚刚冠廷讲他们在新北那场声势大，然后包括他们的目标，我刚刚讲对国民党来讲，现在有几个主轴，一个是韩国瑜院长。现在等于是你们非常重要一剂强心针，推在前面，然后告诉所有的民众这一块。另外，刚才特别提到蓝白合也是你们现在的主轴吗？对，武哥基本上这件事情要从上礼拜一开始讲，为什么？因为中选会说我胡扯造谣80破蛋嘛，那礼拜5他就出来讲，就过80，那岂不是还我公道吗？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像这个新北市民党办的那一场，确实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投入的资源也比较多。那冠廷可能他动员的人有扎实，可是因为也有媒体传出，就说前面那个中央那2000人那个席次是到最后是要人家去补嘛，所以没关系，反正各自解读，各自去办各自的场次。那重点呢，我觉得现在啊，刚才冠廷讲说这个傅昆萁总召啊等等，但我觉得呢，在我去新北或是桃园的宣讲场，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你如果要支持大恶霸，你就是等于支持柯建铭要当立法院院长。声音也很多啊，就大家都在比仇恨值吗？是这样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在也是3个主轴。第一个，为什么喊出挺柯文哲？因为他是属于司法人权。那你看到这个周末的宣讲场次，第一场是在这个高雄的柯志恩、黄国昌有去，然后新竹呢是高虹安跟国民党的曾荫权大家做合体，然后在台北喊出徐小新的场次是蓝白的这种示范区，所以他在这个司法人权在还权于民，看起来蓝白合渐渐那个味道跟论述是合在一起的哦。第二个，你看他护韩国瑜，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是一体两面。护韩国院长代表韩国院长最近这一年在主持立法院的中立的形态是有他的资产存在，所以也把蓝军吹出来嘛，因为护韩国瑜等于吹蓝军嘛。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等于说如果不是韩国瑜，难道是柯建铭总召要当立法院院长吗？当然会给中间选民一个仇恨值，也把民进党的仇恨值对民进党仇恨值吹出来。第三个反恶霸。因为我们到这个地方的场次，你可以看到，在桃园还是在台北市，礼拜6、礼拜天，因为这场是我主持2个半小时，然后台北市你都可以看到关键的场次是张善政出来了。
这个蒋万安出来了，他们通通在口中讲的，通通没看稿，都在讲地方的建设跟这些立委争取了多少经费来到地方，所以他用还钱于民跟地方财划法的主轴，基本上是可以吸引到不关心政治的中间选民的论调。另外一个部分。反战争的部分，你也看到大家不想要兵凶战危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场跟这些论调有几个主轴是观察的重点。重点是这些县市长真的出来喽，县长出来对蓝营很重要嘛？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我们在各地的直辖县市的。席次是多的。如果他们今天用一个地方城市发展的角度出来讲，民进党在第二阶段其实受到很大的阻力。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每一区你看到现在的论调跟大小场，还有这个我们讲到的热度是不一样。刚才我跟我说，为什么他们大场小场会有差异？你们为什么不办一个1万人的大场？因为你看，像桃园来讲，我们是反恶霸区，将军也很清楚，反恶霸区。所以像这一场是就是佛涂全集的，佛杨梅的，所以代表说桃园市它不会是一场，就是一场会留到后面来讲。这现在是每一区都会办，所以我们是用这种中型的来佛地方的精准瞄准的方式来做现在的宣讲造势。OK。这现在是每一区都会办，所以我们是用这种中型的来佛地方的精准瞄准的方式来做现在的宣讲造势。OK，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听完林涛论述，我知道国民党现在出了很多怪招。第一个招就是说，如果把傅昆萁那国民党的立委罢掉啊，就是罢免韩国瑜。不是啦，你认真算一下吧，要罢免韩国瑜要2/3，你看一下国民党现在多没信心，2/3代表说，哇，我进入第2阶段。然后以及最后选完要民进党当选，要多24席，24席。不，我很谢谢国民党给这惠珍觉得进6席都已经很离谱了，很谢谢国民党应该打赌了，很谢谢国民党这么给那个这些蓝军的公民团体给他们给他们希望，然后给他们加油，24席。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黄国昌看出来现在国民党真的找黄国昌当然是和的一个重点嘛。我提醒，还是我每次都温馨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黄国昌也许是5%，也许是10%。你拿到之后，你会拿到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超越傅昆萁的全台湾最讨厌的人。黄国昌很有可能是哦。傅昆萁现在在全台，我们各种民调做起来，全台各地讨厌傅昆萁大概是60%嘛。黄国昌有没有可能超过这数字？很有可能，所以我们等着看。OK， 来，任俊，虽然你不是民众党的，但是因为你还蛮熟民众党的一些，你怎么观察民众党这几个场次？他们包括从人数，包括诉求，包括因为这几天你会发现，因为柯文哲主席的身体显然也是他们诉求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部分，就黄国昌长讲，他等于是把这次。那句话出来说，赖清德政府是不是要借着这个罢免，要改变国会结构，要整个翻盘？某种程度跟刚才林涛讲，蓝白之间在这场战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合体了？我先讲，我觉得民众党在这个阶段就很简单，开疆辟土了。那能够开到多少？其实老实讲，现在大家未知数。因为真正到了罢免，即使罢免有过关我现在讲就是说，你2阶过了，给你进到3阶投票。那除非你民众党自己要推出人选嘛，但是如果现在的氛围营造出来叫做蓝绿大对决的话，我不认为到真的有到罢免要到补选的那个阶段，大家会说，那我再选择一个民众党。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阶段里面他把自己营塑成为一个叫做我是站在打绿的第一线。这跟国民党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民党即使说你要打绿，但是你背后还是要护住自己的蓝嘛。当然，那你在这一块里面，其实对民众党来讲，它就变得没有包袱，没有包袱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大开大合做很多的事情。例如最近在这个被讨论在新竹的这个场子里面就是他们这个什么不好做，做了3颗绿色的东西然后我在想，他可能故意要取一个谐音梗叫做什么3粒绿贡丸沙粒啦但是不是有意有所指？老实讲，因为他们这一段时间跟媒体开干的也蛮严重的但这个东西就引发在地民众有一些不高兴了就觉得说。贡丸或干丸这个东西在新竹算是在地名产嘛？你硬要给我弄一个什么绿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样啊？那民众党赶快解释说没有，我们是在强调就是说民进党什么事。但我就讲，有的时候这个弄巧成拙，自己玩得很开心，那后面造成一些反弹。民众党过去也不是没有先例过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民众党这几个场子里面哦，除了表达就是说好，我站在反绿的第一线这一块，当然是跟国民党拉地盘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柯文哲曾经讲过嘛，就是说如果柯文哲这个不在这个民众党之内啊，或者什么的，他有研判过他的支持者会有多少跑到绿的地方去，绿营去，但是其他就散了，他没有说其他的会回到国民党去啊，其实没有哦。所以我觉得对于黄国昌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做这些活动有没有讨论过，但会拿出道具，基本上应该有一点小小的讨论，他们觉得这个有趣啊或干嘛的，只是可能对于在地哦被影射的人来讲，他可能不觉得有趣，有可能是觉得肉麻哦。但回来看哦，就说另外一个，其实在这个网络上也被讨论的非常热，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柯文哲的支持者哦，我们称之为叫小草嘛啊，跑去北所外面，要么就静坐，因为这个其实是从黄国昌开始的，黄国昌就说啊，人不相信柯文哲会得到妥善的医疗，马上有小草跑去下跪啊。然后有人跑去下跪，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说，我天哪，这个不知道对爸爸妈妈有没有认真到这样，就为了柯文哲，但是他们居然诉求的主轴是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北所有让柯文哲得到该有的医疗。那这个我必须说，就是说。就政治上的操作上面来讲哦，打这个悲情，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只能巩固极少数的人，而且这个极少数的人，其实在这个阶段来讲，他能获得多大的扩大面，其实不知道。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就柯文哲的这个医疗人权，我觉得在座不管任何政党的人，一定都同意啦。是。如果今天柯文哲出现这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北所真的不让他去就医，也不给他医有的妥善照顾，不要讲说你小草去跪啦，我们不会去跪啦，但我们一定也谴责嘛，包含到讲说赵少康的那个说法，说啊为帮柯文哲站出来，他要扩大什么？是希望拔音的人也能够出来。这个做法跟徐巧芯那个异曲同工之妙。黄国昌已经传讯息给我了，他说呢，这个他也会来支持我。你不觉得这个跟费鸿泰那个很像吗？我也觉得费鸿泰会支持我啊，但是这两个人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出来说过话？他没有明着讲说我支持你或什么都没有，所以国民党现在想尽办法去喊。大家就在台北那场的时候，对，那媒体一定会关注到台北那场的时候，王宏威当然那几位委员在嘛，包括徐巧芯啊、王宏威啊，那陈慧珠琴姐也到喽，是，然后中间他还有送花啊什么的。但是他一定就有人关注到费鸿泰费委员到底有没有到？那当然黄主任讲该到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啦，你们大家不要急，好不好？我听这个蛮支持不是费委员的啊，他就讲说啊，费委员也没说错话，也没做错事，干嘛装去演那一招因为秦姐的那个，就是因为在有台 live 广告的时候就说出来，他也没有觉得他讲错啊。那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在做的一个事情，叫做刻意营造出一个好像蓝营团结了。那这里面真正最大的危机，其实来自于是国民党很清楚的知道，你在这个阶段要去动员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状况是，他不见得动员顺利啊。我给各位看另外一个这个是媒体所做的一个比例上面的调查那你可以看到，在一阶通过的几个罢免的名单里面特别看一下反蓝跟反绿的比例其实老实说在比如说以深绿地区来讲，反蓝跟反绿的比例当然一定会有落差。你看台南跟高雄，反蓝的就一定大过于这个反绿的数字嘛。可是有一个地区其实蛮特别的，这个地区很少被提到，上一次提到他的叫朱立伦。朱立伦曾经点名3席立委很危险，其中点1席叫做郑正乾。对，我给各位看一下郑正乾的这个比例，在新竹市的部分，反蓝的比例居然是56.09%，反绿的部分是30.93%。你有没有看到在所有的比例里面，我刚刚特别强调蓝绿悬殊的状态，这个我没有意见。因为它本来这个选民结构就是这样嘛。可是，在新竹这个地方却出现反蓝的部分比反绿的还要多。你这时候再回想回来，为什么朱立伦在那个时候会提了3席，其中1席特别点郑正乾？我不知道朱立伦现在要想要先知还是怎样但是这一个看起来确实对这个新竹这个可是新竹也很怪啊。你说你这个林智坚长期执政在那个地方最后变成高虹安，理论上面来讲，高虹安这个还有包含现在的他的这个代理市长，理论上面来讲，如果他们要挺蓝，这个的比例不应该会到这么大的悬殊，但是在新竹市却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国民党来讲就说几个你看像他这几个地区里面
基本上反蓝跟反绿大概是5-5波 ，OK， 几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就回到我刚为什么说朱立伦跟这一些所谓的党内的这一些人哦，他要想尽办法去催他的那个最传统的支持者，因为如果比例都一样，大家投票意愿不同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投票意愿不同的时候，你会变成说，人家有7成愿意投票，我这边只有3成，只有4成、5成，我帮你喊高一点啦，6成好了啦。就即使是这样，你真正会去投票行为的人，这一拉差距拉大了。所以你看蓝营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走回到我最深的那一块，我去告诉大家讲说，喜欢韩国瑜的，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罢免某某某，罢免某某某，不要以为说什么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崐萁，不是，他们更高的目标是要拉下我们大家所敬爱的韩国瑜。哇，连党主席都要来玩这一招了。可是我必须讲哦，就说绿营，你刚刚特别提到哦，绿营在几个议题上面操作，我只能讲，我曾经说过，说绿营在这一次是把它当选举场在做，他超会结合时事的，所有的时事背后，最后就是要连接到什么，就是罢免国民党。所以他现在连那个地震也可以放进来。这个我老实讲，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就是他在整体的运作上面，你说对民众来讲，这个东西缅甸、泰国对我们有真正大家切身关系吗？没有。但是它连接到一件事情，后面跟中国大陆的力量、跟中国大陆的崛起有关的时候，他巧妙的把这个全部再抠回来啊。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在这一次的大造势里面了啊，国民党走回深蓝。民众党开始呢，想尽办法，除了拉拢那个，我讲真的啦，你说在他们的造势场合里面会出现，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会出现这种吗？我不认为 ，OK， 也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不会有票，真正要拉票这个不会，因为会挺柯的一定会在那个阶段，他就是挺到底。所以民众党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我去拉一些国民党人过来，而民进党现在看起来更活用了。能不能达成大罢免的第3阶段？老实讲，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有把握。几个罢团都在讲说，2阶走到现在为止，其实遇到一些的瓶颈，没有办法像过去第1个礼拜、第2个礼拜这样大量的收联署书。所以，民进党把它现在当成选举场来做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就是说，我让大家的热情可以继续再起来。催出的是什么？催出的是接下来在2阶的部分，让联署可以过关。所以民进党把它现在当成选举场来做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就是说，我让大家的热情可以继续再起来。催出的是什么？催出的是接下来在2阶的部分，让联署可以过关。你看，现在当喊出韩国瑜院长的时候，任俊刚的分析是说要把深蓝的所有都吹出来，可理论上大家都觉得深蓝的不是应该本来就应该挺你们的啊，需要去特别呼唤这一块吗？还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打算？对，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因为蓝白的支持者对于大2罢或是大罢免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就觉得说我不支持，所以我不出来表态。所以在所有的民调来讲，你都可以看到，在初期的蓝白支持者的表态率很低，在2月跟3月中，现在的最新民调就差距很大了。就是说，因为所有的议题的拉抬，比如说反废史，然后呢反戒严，然后这个反战争，慢慢的拉一些支持度。那重点来讲，精准的在这个光谱上，我们来做一个策略上是2个部分。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在谈什么还钱于民，这中间选民担心了嘛，总预算，然后我这个还税于我超征的钱要发回去，然后电价这个拨补，我们不采拨补，我们发给每户2万块，基本上这些是否大家社会大众，不是否政治的光谱。可是韩院长这件事情会催出2件事情，是蓝营的传统支持会说，对啊，我对这一题很关心啊。为什么韩院长当中立的角色，当院长你要把他拉下来？其实会有一些话题出来哦。第2个就是我不要让柯建铭当立法院院长，他同时是拉这样的光谱。你要说他包牌也好，说他精准的策略也好，其实就是把蓝营原本对于罢免不关心的态度把它拉起来。OK， 慧珍是你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我们大家讨论成这个样子，对。一般老百姓的，你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包括你问你一些的朋友，对，现在看起来有实际的一些数，因为第2阶段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嘛，第2阶段不是没有时间限制，一路往下走，所以我有看到有一些资料是有一些罢团他们会公布一些大概哪一些委员过了多少了这些，其实某种程度你看到在画面上面，大家有很多排队啊、排长龙啦或什么，可是其实数字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如果跟时间来相比的话，对，其实恐怕你说就算
35啦，或是8席这些，要过到第2阶段进入第3阶段，恐怕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多。是。事实上，其实我们从很早以前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就是几个问题对于整个大罢免。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去界定什么叫做罢免成功？对，是要民进党全面过半吗？好，还是说你只要罢几个指标性的人物就算成功？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情况是在。比较关心政治的领域确实是很热，非常热。可是我在其他的领域里面，比如说今天我的这个相关讨论的群组，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台股崩跌，就是当然，对，就是因为好像第4大跌幅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它是一个不同层级的。当你的大罢免一开始是锁定个别的委员的一些什么执政啊，做不好啊，诚信问题，这个时候。其他人会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当他是有，然后你开始讲诉诸那个傅崐萁这一个很跟中国的一个疑虑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有一些有跨到一部分的同温层，但是在赖17点一出来之后，我觉得那个有把整个罢免的层级拉高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之前也在这边讲过，就是现在是变成他用罢免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反共的一个你要说投票吗？还是叫统独的一个意识的表态？如果你认为台湾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且中国就是我们台湾境外的敌对势力，那就请你支持大罢免。我觉得你要这个层级，你才有办法去打到就是中间选民，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熟悉谁做了什么事、谁怎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民。那其实像现在出来的美丽岛电子报的一个相关的民调，有几个嘛？我们这个这个对，你看哦，民众对大罢免立委的看法啊，这是联合报的。事实上有43%的受访者是赞成，但是有47%是不赞成。虽然就是两个差个4个百分点也没有很多，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现，对不对？好像就是说，大家对这个议题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就每天如果看政论节目，会觉得那个数字应该是超过50或55、60啊。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是联合报，大家都知道有机构效应，但在这个有机构效应里面呢，支持大罢免掉国民党的是38%，支持罢免掉民进党的只有26%，然后不支持当然就是说，所以我觉得不支持的都这个都过半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说，就看你们弄啊，但是很有趣哦，如果真的成案了，根据联合报的那个民调，是超过50%的人会去投票。所以我觉得第2阶段是一个关卡，就是说你叫他来联署，他也许没有那个动力出去联署。可是如果你真的已经过了门槛，比如说我们要来恭喜叶元之嘛，就是说包括进度过半的可能叶元之、罗廷伟、徐巧芯、李彦秀这几个人，如果这几个人真的就是通过了第2阶段的话，可能刚刚提到的，光是联合报的民调里面，就2个就会有1个会出来投票，对，投票的人就会比较就会出来投票，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在于第2阶段这个部分会不会过那个门槛。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民进党要去诉诸的是，你怎么样要把这一次的大罢免的公投变成是统独的一个意识表态，或者是变成是反中反共的一个投票表态。但是我觉得民进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策略，是把它锁定几位委员，然后而且你锁定那几位委员，还被人家发现你可能是造谣。比如说你说那个水去泼人家，说什么那个谁啊，吴佩益不是说那个叶元之对，结果叶元之从头到尾被那个赖会员压制在，我觉得那个画面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懂吧？就是说，在这一种攻防犯少错的人很重要。你如果比如说你说什么绿贡丸3颗绿贡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梗？因为也是可能去强调某一台它的一个色彩比较鲜明，而且不仅是那一台色彩比较鲜明，而是那一台有几个报道锁定了一些委员，但是后来被证实是假的。所以他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好像就是
你要罢免他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你讲这些东西，那你反而那个影片一拿出来，马上就被反打嘛。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次。然后后来徐小新不是跳出来说啊，那个水是我泼的。反正我觉得去锁定这一些的意义不大。你要打你说的那个层次比较高的。对，还有第二个，不然你就打谁，你知道吗？不然你就是打傅昆萁啊。因为傅昆萁的案子，他不是只有他个人的案子。傅昆萁的案子包括跟中国这边的关系，包括修容组的东西，还有包括像这个嘛，就是他的境内的2大护法，说什么明良珍啊，我跟你说哦，他这个明良珍补助公庙的这个程度是让人家真的是匪夷所思你看这边。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4年，动辄是4800万、6000万、7000万、8400万、6300万你知道他那个补助在那个8000，就2022年补助8437万那一次，天哪！台北市才补助3400万，宜兰才补助2800多万，宜兰跟台北加起来还没一个花莲县补助的多，所以当你人家就会觉得说，你有必要，而且不好意思根据你们花莲自己的一个相关法规补助公庙的最高金额是10万，但是他有另外，所以他就被那个监察院纠正啊。后来还有一个另外条款，什么另外条款？如果是我们县政府认为有必要特别委托的话，可以超越这个。但是你后来会被人家发现，很多东西光手写的，你没有单据就补助350万啊。所以这一些林林总总的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傅昆萁的这个花莲王里面有很多好像那个用公家资源的钱在做他私人的事情，而且做私人事情之外，很多跟中国也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OK，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简单讲，反共中国，然后傅昆萁这一脉，可能会让比较多是比较没有政治色彩的人愿意出来，因为我认为不管是中华民国派或者是台湾派。原则上反共应该是最大公约数。OK， 看起来刚刚慧珍讲跟这次你看民进党在29号、30号喊出来的主轴，这2大主轴应该就是从这个主轴往下走。将军回到这样，你出身这国民党，反共从来都不应该是国民党的罩门，本来是他的专长。对，那为什么在这一次里面会被打成是这个样子？那或是说，现在对国民党来说，因为朱立伦喊朱立伦说真正反共的政党是国民党对，喊得好。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这个拿回来？喊得好，朱立伦终于在这个礼拜喊出了真正反共的政党是国民党。当然了，党纲里都这样写的可是不是只喊啊？对，所以喊得很大声，要做得很用力。那么我再次讲后来他又补了一句。我们还要维护中华民国的安全，要反台独。反台独不在国民党的党纲里面，反台独在党纲里找不到你去找中国国民党的党纲里面有没有反台独？没有。他有说反对共产主义，还有反对国土分裂，没有说反台独。那我说真正让中华民国国土分裂的是谁？共产党。真正让中华民国国土分裂就是共产党，是毛泽东这一票匪类，他们分裂了国土。所以国民党怎么会反共？被人家提出了质疑呢？我告诉你，国民党反共被提出质疑有几项是脉络出来的国民党从提9·2共识叫一中各表嘛，那国民党的一中，我相信林涛一定很明白，就是中华民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根本就是伪政权，你窃据了国土，所以你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那请问哪来的亲美和中啊？亲美和中是不是也是国民党目前的方向？亲美和中，我就是中华民国了，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和谁？和自己啊！所以这有问题嘛？所以才会被人家怀疑。所以没有什么亲美和中，就是反共。国民党就是反共。可是朱立伦喊了这么大声，赵少康不见得买单啊。所以没有什么亲美和中，就是反共。国民党就是反共。可是朱立伦喊了这么大声，赵少康不见得买单啊。赵少康怎么说的？赵少康形容赖清德就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国的总统三军统帅，叫什么差林啊弄给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蚱蜢，没事去斗公鸡，那公鸡就把你吃掉。赵少康这个意思表示什么？中共是公鸡啊，中华民国是这个蚱蜢，你去斗人家就把你吃掉，活该，这叫反共。
这叫反共吗？所以赵少康并没有顺应国民党中央的说法嘛。第二个还讲一个，就是一年去赚中国大陆几千亿不好吗？对不对？赖清德这样不好吗？我跟你讲，赚中国人的钱我没意见，但是我想请问你，王沪宁是中还是共？请问王毅是中还是共？宋涛是中还是共？习近平是中还是共？我刚刚讲的这些人都是共，都是共。你是说反中不反共？对，反共不反中？对，是这一套。对，反共不反中，反中是人民，但是只要是官方色彩的都叫共，哪个不是共？所以我说反共跟反中可不可以区分？可以，可以。只要不带中国官方色彩，没有中国统战意味的，那我们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嘛。我们看到中国人嫁到台湾来，我们也很欢迎啊，我们也很欢迎啊。只要你热爱台湾，这个觉得台湾是个好地方，不要去帮中国做统战的宣传，都是台湾人。他们现在的意思也是，他们现在意思就是讲说，他们只是主张两岸之间交流啊，对，交流好事，对。然后呢，但是共产党呢，所以朱立伦为什么？显然他也已经闻到那个味道，就是当霸团或民党不断的把反共这一块，包括连在政策上面或者在答询上面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全部都拉在这个里头的时候，是朱立伦显然也闻到这个味道，当然闻到了。所以他讲这个时候，某种程度。就是要应对这一块，只是您觉得要应对的还要再多一些，或再实际具体一些。你要控制好你的国民党的从政同仁，还有可以发声的媒体。赵少康是国民党的吧？是啊，选过副总统，所以你要跟赵少康不要再这样讲。我们现在所有的力量是一致反共，这是中国国民党党纲规定的。OK， 所以你不要再讲什么差别啊，那种给纲，不要再讲这些。他还要跟谁讲？对，还有跟陈玉珍讲。你要控制得住陈玉珍呐，陈玉珍他送了一个修正的条例，就是什么？就是外岛。外岛哈，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厂商参与采购比较方便，然后技术人力来自大陆输入，这是一个优势，外岛的优势。这是什么优势？我在外岛服务过，外岛距离中国最近，那是我们最大的劣势啊。被人家环绕住，所有要进攻你要拿下你都很简单，这是劣势总变优势。所以他打算要修这条法令啊，就是要把离岛地区资源不足，距大陆又近这是一个优势。所以呢，可以让大陆的厂商可以参与离岛地区的技术操作人力，而且可以从大陆输入各种的这个建材。各位，我们的采购法直接规定，采购法第17条直接规定，不得公共建设有中国的材料、人力、物力还有技术。这是采购法规定。所以陈玉珍说，希望在金门地区可以解套。我要告诉大家，这样可以吗？当然不行嘛！我告诉你，中国所有可以到离岛地方来投标建设的这些人，全部都具备党的性质。你一般的厂商不会让你来的。所以这一点，陈玉珍就不要再讲了。在这个时候大罢免时期，如果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共，陈玉珍闭嘴。还有另外一点最近翁小玲的争议比较重。翁小玲在质询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把暂时的这个储粮输送的计划能够给我？好，给我，当然不行，当然不行。我们学战略的很清楚我们永远都在找敌人的什么补给线，我们永远都在找敌人的补给线，从运输基地到补给点，这叫补给线。那如果这个补给线被截断了，我告诉你，前面的这个部队再有战力，你就完了，没有补给了嘛。那如果你知道了运输计划，你知道了补给基地，那这条线不就出来了吗？那敌人怎么能知道？所以这不能跟你讲。那但是翁小玲说没有啊，那台南那个灾防手册里面就把这些所谓的灾民粮食供应东西都讲出来，这是两回事。灾民供应东西是说作战的时候，这些灾民要去哪里领粮食，去哪里买粮食，这叫做供应中心。他所说的暂时农粮运送计划所讲的是第一类补给品，叫第一类补给品，就是米麦粮油还有花生这些的。这些的补给路线怎么可以给知道啊？当然不可以给知道。所以我说这一点，翁小玲如果问了或是问错了，你就说我问错了，我问的是灾民，所以我才说反共不是用喊的，不是用宣誓的，是要限制你的党员，限制你的从政同仁，对于问政、对于发表言论要精准，不能有任何一丝的被人家抓到，否则你主席所宣布的反共只是个口号，下面对于反台独叫的才大声呢。可是我再次强调。什么叫反台独？反对共产党培植的阴谋分子要来推翻中华民国，我们称之为台独分子。而这些人核心价值是反共，所以先有了反共，
为核心，才有反台独。所以现在不要跟习近平一起喊反台独。习近平的反台独是消灭中华民国，跟我们当时喊的反台独不一样。你要回应一下吗？我跟我一起回应哦。基本上看到国民党的党章的第2条里面的确写得很清楚，反对共产主义。我就是这个每次中共我是讲了军舰来了，我一定给他这个谴责，严厉的谴责。那后面写的是反对这个国土分裂。再来第3句是什么？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如果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还是希望说区域是和平的，因为我们反对反共嘛，反台独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是和平的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现状，这是全民的共同的期待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次来讲，谈反共当然是很自在的。再来要回到就是刚才慧珍姐提到2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刚才那个民调上是很合理，为什么？因为真正会去想要罢免的，当然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会比较有情绪，所以你说罢蓝委的支持度高于民进党的支持度，这我觉得在所有的民调上是合理的。第二个，现在看起来的民调上有一些赖总统他在操作抗中保台，好像他在这个民调上短期来讲是往上拉的，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些抗中保台议题短期往上拉。可是我觉得以大部分台湾民众或中间选民长期来看，他会看，那你520你过去1年你的主要政绩在哪里？你的建设在哪里？然后呢，你让台积电往外移的过程中，你真正保护台湾的经济在哪里？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正来做整体的民调的检验点。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啦，就是我们主席已经在这一场，因为我是主持人，我站在旁边，他直接大声的在第1句他讲说，国民党当然是最反共的政党。所以说以后国民党的人不可以去见共产党。我觉得大家就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也是很支持这个论调，支持反共。将军是要你们要再多要具体，要去见共产党，包含王沪宁，包含这些王毅都不要再见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整个区域和平是稳健的。OK， 没有，我是觉得。朱立伦讲反共，我绝对赞成。但是你要限制你的党员，你到中国去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可以，不要见共产党。宋涛别再见了，王沪宁别再见了，这些借机用统战宣传的人，中国国民党别再见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哈，国民党本来讲恶霸我都很赞成，因为国民党0嘛。现在国民党也推出了8个霸绿委啊，这算不算恶霸？对不对？那这反恶霸就要拿掉了，因为霸都是一样，没有所谓恶霸善霸的。不，五哥我也每天都讲我要减肥。但我也都一直吃宵夜，不是啦，这就是你说跟他们讲反共一样。没有，我举例，我是乐见的哦。我至少我现在态度上我想减肥嘛，这态度我拿出来了，态度啊。对，所以我的朱立伦给予肯定。但是有几个事情处理一下嘛。第一个，2024年1月到现在，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去失联，到目前为止被邮治、调查、关押71人，当时就被质疑嘛。我当时。民进党一直讲说老共不能这样做，国民党官方其实我也觉得，那就进一步，更多立委要出来讲，老共不应该这样做，这绝对无助于两岸关系嘛，更无助于大家认为对共产党的态度嘛。第二个，你说那个王宏威讲武统是言论自由嘛，赵少康说声援这个中配嘛，被我们归类为武统中配嘛，这些事情我觉得国民党都要要求一下。OK， 在国内来讲，研究共产党的专家，来，范老师，你算嘛，对不对？对 ，OK， 东亚研究所嘛，对不对？好，那刚讲到，所以反共这一块真的是国民党这一仗，在未来胜负恐怕就取决于未来他们对这个态度嘛。另外，刚才林涛一开始就讲35-8，因为他很早就讲80了，35-8是上礼拜5确认的。当35-0跟35-8，你觉得对国内来讲，这个罢免的那个态势跟氛围会出现什么影响吗？林涛刚讲，地方执政他们毕竟多，6都4都是国民党执政。张善政站出来了，蒋万安站出来了，新北那场侯友宜站出来，接下来呢，卢妈一定也会站出来。所以当诸侯，我们讲对国民党这些被罢的委员来讲，上面有诸侯，然后下面议员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网吗？毛泽东讲过一句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湾呢反共护台一抓就灵。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今天为止还不了解这其中的真谛。朱立伦是走巧门呐，他说我们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理论，是什么马克思列宁，对不对？中共现在也不敢说他虽然叫共产党，他也不敢讲他是共产主义啊，因为共产主义讲的是平等嘛，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挂羊头卖狗肉啦。那我们今天反共是反中共，中国共产党。好，那我们看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现在人在哪里？现在人在河南，昨天见了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大谈中华民族，大谈9·2共识，大谈血浓于水。
他这个时候去干嘛？今天干嘛？祭黄帝陵。我这怀疑啊，夏立言你是不是民进党卧底的啊？他这个时候去干嘛？今天干嘛？祭黄帝陵。我这怀疑啊，夏立言你是不是民进党卧底的啊？你是前民进党的这个这个还不够这个低迷吗？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发布的感情温度排行，民进党是50.79，国民党是38.64，民众党是34.97。38.6是什么意思？是两个字，失温失温，即将结冰，即将冰冻。但是我们知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嘛。就是你国民党长期以来在两岸的议题，好，你做一个夏立言就算了，昨天还有一个人叫谁？叫萧旭成。他带了30几个台湾的大学生，什么大马学，什么马英九什么学堂，大九学堂，大九学堂，你讲人家也讲准一点啊，大马学堂也不错啦啊，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说带着这些学生去山东，对不对？然后萧玉成在机场还你去就偷偷摸摸去就好了嘛，他还开这个采访通知啊，然后大骂赖清德啊，什么把对岸当作什么境外敌对分子。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步调跟国民党说要反共的步调就完全相违背嘛。所以我觉得难怪大家会觉得说，你国民党你到底你的态度是什么？刚刚讲过这个罢免的温度啊，当然反共护台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不要忘记司法这一块哦。你看到花莲现在这个民政处处长这个明良珍被收押，下来是谁？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的副县长？再来就是可能是县长徐榛蔚，再来有没有可能是傅崐萁啊？所以本来大家说傅崐萁罢傅，他们叫做微光罢傅很小的光，微光花莲，现在是曙光花莲，看到曙光了，看到日出了，再来就是阳光花莲，所以我觉得本来说。罢免徐小新就是罢免傅崐萁，因为我们觉得傅崐萁不可能被罢掉嘛，等于说拿罢免徐小新来报复一下，因为我们那个花莲王太厉害了。现在为什么要改口号？因为现在变成罢免徐小新就是就是罢免翁小玲啊？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罢不掉，对，因为看起来傅崐萁可能会被罢掉所以现在已经改口号了。改成翁小玲了，因为翁小玲厌恶职能跟傅崐萁不相上下嘛，可能当初傅崐萁比翁小玲还高一点，但现在罢傅有可能成功了，要改成罢翁小玲，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个罢团他们不断的采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创意出来嘛，这个也不是民进党可以操作的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出了《美丽岛电子报》，我们讲《美丽岛电子报》对。民进党一向不是友善嘛，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董事长吴子嘉前2天来就帮这个徐小新站台嘛，赖清德的信任度是来到了56.7，不信任度是37，信任高于不信任19%，将近20%哦。赖清德的执政满意度是55.6，达到他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从去年520每个月做民调最高纪录。然后不满意度是40.6，两个差距也有15%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冠廷应该很开心嘛哈，你们威廉应该很开心了哈，看到这个民调，我们所有的民调都会参考好，很谦虚很好，很谦虚很好啊。那这个民调继续努力，好，这个民调是这个月25到27号做的，就是赖清德13号说的那个反渗透17点之后做的，表示民众是肯定的嘛。那我们知道之前这个国民党一直在操作这个什么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什么台积电美积电一直在操作嘛，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赖清德跟上个月比，他的支持度、他满意度是增加7%呢，7%已经超过误差范围3% 以上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行政院长卓荣泰不得了吃了大力丸他的满意度是47.4%，比上个月增加10%呢。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还不需要去检讨自己吗？还在一昧的在这边然后国民党的好感度是27.2%，反感度是61.2%，差距34%。我说要讲，我说林涛，你们应该回去好好去检讨，为什么你们今天搞成这样？不要忘记了，去年1月13号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达到52席，比上一届多了14席。民进党是51席，比上一次跌了10席。当时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明日一片大好，怎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啊？国民党只能够吃3天饱饭吗？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就是一傅昆萁在整个在立法院胡搞嘛，然后引发民众的不满嘛。好，那你看民众党，民众党的好感度剩25.2%，我觉得已经进入到加护病房了。反感度是61%，两个差距是35.8%，比国民党还多。所以他们现在把韩国瑜院长推出来，然后希望能够降低仇恨值，能够呼唤包括蓝营的支持者，包括他们现在各路诸侯全部都出来，不要说秦王之师吧，最起码把自己的地盘顾好。因为大概各路诸侯也想到，譬如像要连任的，像蒋万安他们，如果要是这一仗立委有个什么闪失，对于2026对他们来说也不见得会有利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是也意会到这些？所以刚刚领导讲各路诸侯，大家也都出来了。不是，你觉得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韩国瑜，这个有加分吗？可能更多人拳头更硬了。我2个都讨厌了，一次罢2个，开心。对，韩国瑜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罢掉的高雄市长。他那个2020年被罢掉是96万人高雄市人民去投，93万支持罢免，然后2018年我们看到他是拿到89万票，他比他的得票数还高，比他还多。这个人在厌恶值这么高，你还把他当神啊？那我觉得国民党找错对象了吧？你刚才讲说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林涛，可能还票还多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表示什么？找错对象的。病急乱投医嘛，你以为傅昆萁在台湾是对？你觉得那个韩国瑜是怎么正面价值吗？你起码去高雄市，大家不是这样认为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而且你们说怎么就会让柯建铭当院长啊？柯建铭的仇恨值有比韩国瑜高吗？可能蓝营有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一般民众大概不是这样想。对，林涛要不要直接回一下范老师？对，范老师语出惊人，突然听到我的名字啊！好，那我跟他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前面来讲，就是说，因为冠廷讲嘛，就是作用力反作用力嘛。如果是说傅昆萁，你给他去做任何案件的讨论可以，可如果是2天1招，然后一个 package 4招，就2天出了4招，然后到最后曙光，你讲曙光不是微光变曙光，曙是地检署的曙光，对不对？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你那个刀砍太大。第二个我要讲就是因为上礼拜我正式的在中国国民党的党中央记者会直接挺复查，说这个中国大陆对司法人权要照顾，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反共产主义。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想要知道是什么？知道是如果国民党是亲美友日和陆的话，是让可以区域稳定和平的话，那如果你的抗中保台变成说，我们要考虑战争的军备，或是说已经做战备的准备，我觉得民众可以去考虑，就是说中间的这个平衡。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整体的态势啦，还是老话一句，如果现在的这些柴火到最后没办法延续到最后，因为第2阶段、第3阶段，其实这个议题的变化还是很快，就看大家能不能真的说服的选民到最后出来支持。林涛，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现在对你们来讲面临到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你们推了8席嘛，对不对？这8席第2阶段跨到第3阶段，你们有什么样的信心吗？尤其是有哪几席？我先在预言啦，就应该不止8席哈，所以在过程还有后面了，还在审查。那我觉得应该是往上拉。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蓝绿在第2阶段的柴火都是变得非常有限，真的，因为你要推像国民党的。我们为什么会分6区？就是我们国民党在桃园就反恶霸嘛，因为没有任何绿色的霸嘛，因为你们桃园6席都来的，所以我们是反恶霸区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像我们锁定的双吴，那吴思雅跟吴佩益。然后我们原住民的那个陈颖跟武丽华，然后这个张宏禄，因为跟这个叶元之是对打的，这几个你就会觉得说他们的仇恨值其实是慢慢的还在拉高。那这过程中，如果搭配谢市长都出来讲说大家不要闹不要闹，然后他同时又在就造谣别人泼水。那你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增添自己的财富。那李孝亮这件事情呢，尤其在吴佩益这个地方，李孝亮当他母亲出来喊冤以后，当然李孝亮他出来有讲说他是深思熟虑，他觉得是他自己愿意负责，因为他觉得这是民主啊什么什么的。但他妈妈又出来发了一个声明，也就这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他对于尤其在最起码就吴佩益这个选区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李孝亮，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他对自己做公民团体，他自己对外讲，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开记者会就引用岛屿天光的第一句。
就是亲爱的妈妈，你不用担心我，对不对？你也不用，你原谅我，没有时间去做，因为我要去对抗，就是他不能原谅人，以礼孝量的声明。他妈妈当然会担心呢，可能会判30年。我跟你讲，今天呢，我们在录影的过程，他好像发第3次的声明，刚刚才发出来。对，李孝亮的妈妈就说：“你再来听一下妈妈的话好了。”好，接下来就要换妈妈听妈妈的话。好，我下次导演刚刚听妈的话。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李孝亮如果都对外出来声明，他是符合自己公民的意志来讲，那今天一个妈妈是跟着每一天的新闻的态势在做回应，我也觉得蛮强的。我这就留给他们母子之间对话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讲，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领衔人是李孝亮，李孝亮。这个发挥自己公民的权利，他也对外讲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那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李先人。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讲，来，女性优先来。对，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好像看到那个 KK 园区，就车手有没有？就车手被逮到了，后面的大哥都说：“哎，你要担哦，你要担哦，哦，你不担，我跟你讲，你们家的生命安全，我怎样拎刀做的哦，我怎样拎老爸老母安呐，我怎样拎小辈都抬都是跟好好哦。”就逼着那个车手只能担啊！现在看起来的感觉是，因为会有这个质疑，是因为当然正好也有那个 PO 一篇，他是把那个时间序，对啊，他是2月6号，2月5号有没有跟那个黄锦昌到台北党部？那李健亮今天也出来说，对，他是那天有去，然后后来罢团，就国民党要罢吴佩益这一个是2月7号就送了，是吧？2月6号送的。2月6号，反正就是时间点，就讲说这段时间，所以会有这样一些质疑，所以让你有那样一些联想。是因为最主要是。那个他妈妈讲嘛，他说你们有 A、B 版嘛，第一个 A 版是本来是叫张延廷嘛，就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他根本住不到4个月嘛，所以紧急当天2月5号被发现，2月6号马上就找那个李孝亮去，然后去到党部，然后就给他一份名单，然后就交了之后有100多个什么死亡联署，那因为这是涉及到刑法的问题，人家妈妈当然会怕。讲一句实在话。他妈妈讲说：“我们家无权无势。”那个听了其实是很难过。就是说，你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在国民党一个无权无势的青年军，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可以在这一个党里面出头天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自己很能干嘛，就自己很会念书嘛，就是自己的清白嘛。就你们现在连人家最后的一个清白要给他夺走，就是说你给他的那个是有死亡联署，然后。他不是后来这个郑浩不是又写出3月28号他又去，然后跟黄丽锦如碰面吗？那个李孝亮今天自己说，他说我是有去跟他碰面，但我去跟他碰面是我跟他道歉。天哪，我觉得这个就让人家会更难过，就是说你这个国民党是要欺负年轻人到什么地步啊？就是说你们给人家的这个联署，你叫人家挂名，你还里面还有死亡联署，现在出代机啊！那人家妈妈当然，我跟我老公栽培了一个孩子，栽培到30几岁，这么优秀，不要说荣华富贵，起码他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家就算无权无势，我们孩子也是清清白白。现在一到你们党4个月，马上就变成 KK 园区的车手，KK 园区跟车手跟他都搭不上。KK 园区的说法很对，因为国民党开头是 K 啊。没有啦，我先回一句啦，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第3篇，我发现是台北市议员。就在讲说，李孝亮，你要听妈妈的话，不是李孝亮他妈妈又发了一则哈，这是先合先续名。第二个，我先讲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本人他现在也就是你知道很自由，在台湾自由民主的状况下，他也不是在 KK 园区，他就在台湾。然后他也随时可以对媒体发言，他的脸书也没有被特定的管理员控制。他一说这是我个人的意志，然后当然说因为他心生恐惧啊。然后跟外界说不是，你一定是身心恐惧，你一定是被逼迫。有时候呢，他本人都出来，他也不是说拿个这种你知道吗？一个声明，然后谁帮他写的？这谁？他笔记是他吗？不是，是他出来回应，所以这是他个人公平的意志，好不好？他本人都出来，他也不是说拿个这种你知道吗？一个声明，然后谁帮他写的？这谁？他笔记是他吗？不是，是他出来回应，所以这是他个人公平的意志，好不好？来，我先讲我觉得逻辑清楚的人都完全无法接受国民党对这件事的态度。李孝亮现在涉嫌到的是犯罪，现在这件事情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先厘清一件事：罢免吴佩益。
这么多3-4成的死亡联署，有没有伪造文书？有啊，我相信这没有办法否认。有伪造文书，现在有被告发，检察官一定得查，那就是谁得担的问题。第一个，假设伪造文书真的是外界所推论，而且合情合理的状况是，有一份名单，有人给他抄，所以这个领钱人才能去送件。李孝亮这个才加入国民党4个月的人会有名单吗？国民党怎么可以切掉，完全讲说，哇，都是你的事，你是成年人。来，今天你知道这个事情2个核心的点，第一个点，2月6号李孝亮才第一次去台北市党部，才知道台北市党部在哪里，这证明了什么事？这个证明一个核心的点是，李孝亮在处理这件事之前，根本不是台北市党部的核心，也不是国民党的核心。一个不是核心入党4个月的人，你国民党厉害到让他去当领衔人，然后现在推说好，他的公民决定，我 OK， 这我 OK， 社会有公断。可是第二点，3月27号，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峥跟律师黄定颖去提告说，这9个罢免民进党的立委相关的死亡联署太多，要求司法你们应该秉公处理，好好去侦办。告发完了之后，隔天28号。黄宇举人跟李孝亮就这么刚好见面。李孝亮当时的质疑是说，你们有没有见面？讲清楚哦，不要说谎哦。李孝亮今天出来讲，有见面，然后只是他们不是谈这件事，谈另外一件事，去道歉。你们说你去道歉，我不管是道歉、去谢谢、去干嘛、去送礼物，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你自己讲。可是要检察官未来相信，这时间点很诡异。327被告了，328见面，有没有可能是串证？这未来只有他们有办法说服检察官。你现在讲你什么理由，跟我们讲都没有用。可是我最生气的点是，这个案子背后就是李孝亮，他只是一个临危受命去挂一个名字的人。可是国民党现在把所有推给他。来，我问一个核心问题：2月6号他才当领衔人，2月7号送件。请问有可能在1天之内由李孝亮主导的所有的联署书全部主导吗？没有嘛。所以想象一个情景。一定有人把1叠联署书交给李孝亮，说来你就当领衔人，或李孝亮真的如果国民党讲了公民意志啊，我这个公民我这样当领衔人，也是有人把那一叠拿给他，他才能隔天送件啊。国民党怎么可以现在2手一摊，然后完全不关他的事？连李孝亮的妈妈都已经2次出来跟大家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李孝亮就是一个后来才被抓去当这个联署人的人。然后呢，国民党的对他的态度，他们是有意见的。可国民党到今天为止，有任何人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该有死人联署，这事情是违法的。什么时候一个泱泱大党到违法到现在，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没有人愿意出来担，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没有人愿意跟社会道歉。所以从今天开始，国民党可以跟大家讲，伪造文书是对的哦，跟大家讲，我们只要联署，不用自己本人签是对的哦。我觉得这事情国民党有态度。林涛，你们当初好，你们内部有没有在做一些的调查？因为看起来从南检开始，其他的地检署是有可能侦办，不是不会。而且吴峥他们去告发了，当时你们有调查吗？是不是像刚才冠廷，就外界有合理的怀疑性是说，尤其以李孝亮的状况，真的是1叠联署书就给了他。第二个，给他的时候有让他知道，这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状况，因为谁知道，因为死亡联署就一定会拉出来以后，后面的一些可能会有的后果，前面有告诉他吗？五哥3点回应，前2个是逻辑，后面是事件哈。第一个，我必须讲哈，现在民进党的逻辑就是说，只有台北市党部的高层核心人士才能去联署，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李孝亮不能自己是公民团体啦，反正啊，你可以联署成功，你可以当联署人，你一定是台北市政府的台北市党部的核心高层嘛，不然你怎么可能，对不对？啊，第1天才加入。人家就说他是公民团体了。今天我们国民党在第1阶的态度就很清楚，公民团体在前面，不然怎么会被骂成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把李孝亮硬要扣成台北市党部的核心，我是打个问号。第二个，刚才的论述可以看到，他好可怜，他当车手。第二个，他组织犯罪，他好可恶。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恶？到底要把李孝亮跟他妈妈的话拿起来做什么样的操作，大家才会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犯罪是你们，这是第2个嘛？没有，就刚才的逻辑是如此啊！你又说他很可怜，你又说他可恶，我是说逻辑的部分嘛。第2个，第3个，我要讲哈，其实不管是这一次的伪造文书，还是说死人联署王者在临等等，好，那不管是尤浩，就是马文君联署蓝绿都有一些伪造文书的样态，以中选会的认定来讲，那我们只在讲说第一个。
如果是有可以调查的，要约谈你就去调查。但是如果以过去司法的案例，伪造文书的案用搜索、羁押证件的大刀的处理方式确实比较少见。第一个大刀砍向的是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委，未来会不会这个同样的大刀砍向其他县市党部？第二个，如果这个大刀砍向这个伪造文书或是这种违罪要羁押禁见或搜索的话，那请你，因为国民党也有去告，那请你蓝绿都一样，用搜索的，用羁押禁见的，这才是人家符合社会大众认为的司法正义。来，任俊，来，这个我看你一直坐在那个地方坐立难安。不是啦，因为刚林豪讲那一段我都 OK 啦。但你如果看他最后那一段言论，他现在在乎的时候，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委被人家搜索，李孝亮的妈妈 care 的不是你党部的谁被搜索，是我儿子接下来要面对到这个问题了啊。就你真的回来看李孝亮的那个妈妈的那个写信，事实上他可以单独跟他儿子讲就好。他为什么要诉诸媒体不断的发这些所谓的信件？因为他要诉求的对象其实不是他儿子，他要诉求的是国民党，所以当国民党不断有人解释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儿子就已经成年了，他妈妈会不知道他成年哦？你一直在跟他讲，你儿子成年了，你儿子成年了，他自己要负起他的责任，他妈妈担心就是这一个嘛。如果今天国民党讲说不要担心，今天要法律，我们帮你请律师，我们怎么样？他妈妈要的是这个后盾嘛。你到今天还在跟他讲，哎，我跟你讲，你儿子成年了，你不能废话嘛。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是钟小平，他今天讲了一件事情，给大家做参考。他又讲了什么？如果有讲错，这边有桃园市议员，有当过国民党，有在国民党待过被赶出去的那一个啊，就你啊，就离开了，就离开了，自己这边自己离开，只是后面再被补踢一脚而已啊。我自己离开。台北市党员名册谁有？谁有？党部主委啊，主委才。议员会有吗？没有，没有啊。立委会有吗？没有，都没有吗？那主委有。我有讲错，议员是不会有，林豪可以纠正我，一定没有。哦 ，OK。议员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要寄那些所谓的交卡，还要经过我。议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一些人，包括领衔人那些有没有？第一个连结是这样啊，就说因为李孝亮的妈妈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区里面，他的联署名单里面有死亡的，那人数非常高，108错假率也很高。那检调去查5个大律师嘛，他怎么对？我怀疑你是抄名册的啊，总要有个名册跑出来吧？那他就两边对嘛。黄吕锦如很特别，你知道吗？我讲特别是这个事件刚开始被人家就是说国民党介入联署的时候。黄吕锦如说什么？他说呢，接下来每个礼拜要清查党员名册，你还记得这件事吧？黄吕公开讲说他每个礼拜要去清查党员名册。那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啊，你为什么这时候没事讨论什么党员名册干嘛？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嘛，谁有办法拿得到国民党台北市，尤其是这一区这一区的党员名册？这是第一个疑问嘛。你的党部主委是不是他的电脑可以开嘛，可以连党中央嘛？那这里面第一个状况是这样，第二个，黄吕到现在为止，老实讲现在是今天李孝亮他承认说我有跟黄吕见面，黄吕在这件事情都不讲话对，请问如果有这个名册，透过什么系统拿给李孝亮的？李孝亮是青年军，是不是透过青工系统给他？黄吕如果没有亲自给，这名单一对起来之后，跟你党部的名册是相符的。那请问李孝亮的这种青年军，在这边也有青年军出来的吧？请问国民党什么时候在乎过青年军？青年军根本不是核心人士，他拿不到这些东西的啦。所以你就看今天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很多的这个议题还在不断的就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他成年，他不是重点啦。李妈妈有话，她可以直接跟她儿子说，她不需要透过这种1次、2次、3次。结果你得到了，从她第1次发信到第3次发信，国民党还在告诉大家讲说她已经成年了。现在的问题就回到这个，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不断的论述，刚刚范老师提到的那个状况，就是说国民党支持率现在到底是上升还下降？搞了这么久，论述了这么多。赖清德的支持率，他的认同感是上升还是下降？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不是强力的主打的就是赖清德吗？我知道明天正传媒要做一个民调，有一个民调也要公布啊。
国民党的整个的制度一样是往下掉，赖清德的制度一样往上升，那代表什么？你在这一大段的时间里面，你的论述其实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李孝亮这件事情，老实说哦，对国民党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领先人。你会发现到国民党有些人在评论的时候，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路人的事件啊。那个跟评论那个什么刘正雅那个哦，跟他讲说，哎，言论自由，我跟你讲，那是一模一样的论述。但不一样的是，刘正雅可以离开台湾 ，OK。但这一个叫做国民党青年，因为他的身份他就是个青年军，他不是跟国民党无关的人哦。你一直在跟他讲说，哦，他那个法律，他当然知道要负法律责任啦。他妈妈现在担忧的就是说，哎，你现在所有东西都，你看他妈妈所有指控的东西，其实很具体，是不是高层叫他去当领衔人？这第一个是。第二个，是不是有人把名册拿给他，叫他拿去，不管是他是自己抄。还是有人写好了一大堆给他，这个都一样。第三个是什么？出了事没有人理他。如果今天的国民党的论述都还永远停留在他成年，那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不要讲没完没了。他的妈妈第4份、第5份声明再出，我跟你讲，对国民党来讲，他的伤害会更大。林涛一次回应一下，来将军，你当过黄复兴，我当过主委，我也当过桃园党部的副主委。其实国民党的主委跟副主委对于这个党员名册管制的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包含了要选举的时候，议员我们要做配票嘛，配票应该没有犯法嘛，我们要做配票。然后对于这些选立法委员的，我们要做所谓的交卡任务。这个交卡任务，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地址、党员名册给这个要选立法委员或者要选议员的，不是哦。我们是把所有的地址列成一小张一小张的贴纸，然后请这个议员派人到我们党部来亲自贴，贴完之后我要看着你寄出去。就是我不能让我的党员，你不是把那个名册给他，不能给，是他来这那个就我们看有时候信上面的那个小条子这样子弄啊。对，我列成一个小条贴纸的名册，然后你来你的文宣对不对？亲自贴完之后对不对？要给我们的执行长看过，然后寄出去。我不准你拿回去拍照或抄录。国民党很在乎，很在乎。这点我要帮国民党说明，国民党对于个资保管的非常严格了，所以不太容易拿到。你这等于是踢了党部一脚，你知道吗？我在说明，为什么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因为没有都有，只有这个人有。桃园党部有，别的党部一定是，这是一个标准的 SOP。国民党对于这个名册是管制非常严格的。然后我在讲为什么这次李孝亮妈妈会担心？第一个，这108个往生的，如果又那么刚好都是曾经是国民党的党员，这个巧合就不叫巧合了啦哈，就等于是真的有人这样做啊。那你说李孝亮真的是他去找人去抄吗？他没那么大，一个青年军入党4个月，他可以找这么多人抄2-3千份，没那个本事。我告诉你，那个绝对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动员去分配，而且要在我眼皮下看到这份名册，因为国民党管制名册是这么严格，怎么可以随便丢出去？第三个，如果要让李孝亮的妈妈放心，其实一点都不难，不是你叫那个 po 文下面有好多蓝勾勾出来挺吗？不用挺啦，不要挺。什么叫情义相挺？那叫真情真意啊。他们那个叫虚情假意，真情真意怎么样？孝亮别担心，我赵少康108份里面10份算我的，对不对？然后这杨之宇说，这个20份算我的，那认你出来说，孝亮1份都不算你的，我们全部帮你摊了，一个人帮你摊10年。你就不用关30年了，这才叫情义相挺，真情真意。你只是耍嘴皮说我挺你，那说句实话，被关的是他，不是我啊。这才叫情义相挺，真情真意。你只是耍嘴皮说我挺你，那说句实话，被关的是他，不是我啊。来，黄金局应该出来开一个记者会哈。说你妈妈不要担心，她绝对不会有这个身陷囹圄，所以我这才会安心嘛。那我觉得国民党今天搞来搞去，刚刚你知道说他是什么民团有联署，你什么时候联署？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点联署？也不会只有一个人摆摊子吧？一定有旁边的这个同事嘛。你去看现在的这个罢免民团，大家都互相认识啊，他们站出来啊，我们的确在这个长安东路几段几号，我们有联署，我们联署了几份，最近拍2瞪眼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人家黑道大哥小弟被抓去监狱里，还要给他安家费了，这才是大哥的样子吧？国民党今天算个什么大哥？黄林雪如算什么大哥？躲起来！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国民党真的难怪这样子，难怪他的那种年轻人会觉得我觉得啦，现在李孝亮应该是被灌的迷糊汤，
就给他说，你今天帮忙来做这个联署，未来再关个几年出来变老大。怎么可能啦？他不可能开始跟大家讲，哪有人开始是这样讲的？然后未来你就可以选4亿元，走徐小新路线，然后当选之后就可以选立委。所以李孝亮觉得哇，前途一片光明嘛。他妈妈一定是想把他拉回来，拉不动。他们应该是住在一起。不是，你如果讲刚范老师讲这样，你如果讲说去的时候，你跟他讲说，那他如果当领衔人，这一仗其实如果打不配什么什么，如果要是大家那在中间都尽心尽力了，那未来2026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市议员啊，有可能会提名？没有人在前面就跟他讲。进去关个几年出来，这个范老师这个跳太快，那是电影情节了，被他打破。但你说是不是说这个对他来说会跟他讲说，那未来政治因为这一仗也有贡献，我不知道了，但这是听起来这还比较合理一点啦。但林涛来一次回应吧，我可以一次回应哦。第一件事情哦，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写那个赵刚大哥是有问他，就当面问他说，那你跟你妈妈现在可以直接做沟通了吗？那李孝亮是苦笑了。意思就是妈妈的意见，对不对？是妈妈的意见啊，他还是他自己的，有一个这苦笑。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在意见上过公民表达尊重李孝亮。第二个，大家关心说，你不要觉得他已经成年，他是公民团体就要给他切割，不是。今天如果他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大家你看像现在民进党在拿李孝亮妈妈的言论来感觉好像操作就是说我们是压迫这个孝亮的。我只有一句话，如果他今天遇到任何司法大刀的攻击，那国民党律师团一定全部给他支援。就如果孝亮他有需要法律上的，不要讲协助或咨询了，他直接打官司，或是说司法大刀真的要迫害他的，国民党律师团站在他后面，我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对外宣示，我们的国民党律师团是站在李孝亮后面，那钱也一起出了，一定这没有问题。还有台南的钱跟整体的这些我们讲法律大刀不符合比例的，还是几经清算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给这些国民党，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林大可不可以再问？因为也有人讲说，在过程当中，其实对国民党来讲，点兵点将怎么点？应该也不需要点到一个才入党不到4个月，然后要去挂一个领衔人，像这样的一个平心而论，你如果讲前一个本来挂 A 组的，你说张应廷副司令，那你说他是看到空军副司令或者国民党，一定是国民党的资深，他是台北市党部的副主委，对，我弟说，所以你怎么点？然后有人就讲说，点兵点将，国民党有这么多人，怎么点？为什么会是他去当领衔人？我觉得这一句话如果要成立，前提是我们真的有点他啦，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那是他自己跑来说他要当领衔人，因为每一个地方，大家其实有一些是白营的，有些是蓝营的，有一些是有参与这些青年军，有的是助理退下，这直接讲嘛。他有一些是素人，他有一些是蓝营的政治人物的这种前助理。我觉得大家想要来参与这次罢免案，我们都是给予支持，所以他们是自己愿意当，对，就是说要来当领衔人。目前看起来，像孝亮他是说他是希望来介入这样子的罢免案。OK， 来关主2句，就国民党战略也清晰了啦，现在就李孝亮切掉嘛。我切得掉，没有切掉，就是说他的当领衔人跟国民党无关嘛。这个社会接不接受？没有，不过李妈妈会放心了，那国民党会派律师。不，这第二个，对啊，国民党说要大力派律师嘛，全力支持嘛。我们看李妈妈这句话就好了，这句话就好。那个，请各位国民党大咖手下留情请各位大咖手下留情。人家怕你们怕的要死啊！不要这样。OK。可是现在这一路打，你说像李孝亮这件事情，那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大家都在观察，因为这可能不只是单纯这一个选区，从南检，然后一路上其他的地检组会不会有一些动作？然后林涛刚刚讲，你们有告，如果有告，当然各地地检组大家怎么样看待所有像相关一些的案子？因为这亡灵大军的事情一路烧到了现在。另外一个就是任俊，简单告诉我，巧芯的这个问题，当他跟秦姐2个人抱，那所有这些恩怨应该都没有了吧？当然，其实这时候我们常在怎么讲，一定要很小心，越小的一件事，搞不好也会被放大，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一定都会仇恨值越低越好嘛。所以那天去，包括车啦，包括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应该要注意的，对不对？对啊，现在要传出来讲说这个徐小新的车是不是开进了车子不能进去的？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公园地啊或什么的是有管制车辆，公园的那单车专用道。那现在大家讲说，连这个什么朱立伦谁啊，车子都走在外面然后停在外面，人走进去。为什么徐小新的车子说有停在那个旁边啊？但我看到几个有议员说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常办活动很熟，老实讲听也听不懂就是大家还是质疑说他是不是有所特权的这个存在。所以诚如主持人所说的啦，就说现在这些极小的一个事件，可能平常大家不觉得会怎么样，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你
要怎么去面对。但我觉得对徐巧芯来讲，他不会在乎这种小枝小节，为什么？因为你挖大，他更开心。他想尽办法把你挖得更大，为什么？就是你们仇恨我，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反战。你讲到这一段，因为大家本来都讲巧芯前一阵是不是比较低调一点，就是要仇恨值降低，但那个泼水的事情，他是直接跳出来，等一方面要帮原之，但他也等于把自己再一次拉到了火线上面去哦。那这时候他为什么掉？因为我们前面大家在讨论都说，这时候降低仇恨值是对的嘛，因为少发言一些。可是当这他跳出来，他不担心仇恨值的问题。我认为对国民党来讲哦，就有些人思考会很简单呐就我要保持低调，可是我的支持者出不来。那我的支持者出不来，我要不要干脆就走向另外一个更极端？因为徐巧芯过往就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嘛，就他在什么议题上面，他也要跟民众党的那个操作是一样的。我是站在反绿的急先锋，我是第一线嘛。如果今天徐巧芯的这一块挡都挡不住了，就是连他的这个已经冲成这样，国民党支持者都还出不来，那请问？其他的你怎么去让那些比较低调的就是让那些比较可能冷静的国民党支持者愿意到第三阶段的时候他出来？而且老实讲啊，你说第三阶段才出来吗？国民党现在有些人是希望在第二阶段联署的时候，就有人帮他们去当说客，去说服别人不要出来进行联署。是哦，我以为大家都只是在第二阶段，因为讲第二阶段没有反联署的嘛，第二阶段只有联署的，所以降低仇恨值。万一过了第二阶段，那没得打，那只有尽全力打热战。我以为是到那时候大家才把所有的人全部卯出来对干，原来不是，那就是这时候还可以去想办法去游说，那就是一个守势的作战嘛。但既然是作战，我为什么要一直在防守？所以我这时候能够把我的支持者一起催出来，他能不能代替我去跟别人讲说，不要啦，不要去签啦，但不是这个样子，他需要用这个方式去动。所以你说朱立伦去提韩国瑜，他也是打仇恨值啊，他希望让那一些人去跟别人讲说，买，我跟你讲，他真正背后目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当然做一个重整啊，他重新做一个重整。但是我跟必须提一下，因为我刚刚对于那个说什么罢免什么青年军那个是，我只讲一件事情国民党有一个叫做罢吴四骑士，这4个人在一开始要罢免阶段的时候，不断的上媒体接受访问，而且告诉大家讲说他们的理念这样，结果到最后这4个没有一个是领先人，几乎都是那种说什么，不好意思，我也刚好搬到这个地方不满4个月，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不是领先人，他连联署都没资格啊。他等于是跨区到这个地方去，这4个人你还记得这个名称吧？罢吴四骑士，没有人是联署的领先人啊。你说这些他们这些喊成这样的，他不叫公民团体？就跑了一个参加4个月的，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他公民团体，他当然有权，我觉得没有问题啦。我就说这个是一个比例上面的一个状态，是让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你的正当性在这个阶段？你说国民党会不会再继续再说我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还有几个人？我也相信啊。为什么？可能审查很麻烦嘛，他可能送了很多份，但是也要剔除这个剔除那个，就政治就是个数学嘛。可是如果当大家发现到说，再回到那个李孝亮妈妈的那一句。他说：“如果罢免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要大家这个你跟我的恩怨之间，然后来展现出来，他觉得这个罢免，他用4个字，他就不公不义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这一些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他这个说法难道不会在地方上面去发酵吗？国内整个怎么样？昨天那个徐巧芯的那个活动有一个人叫做王正德啦，他当过4届的台北市议员，我是真的不认识他，我昨天还认识他他说。”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人，大家一起为中国人的精神努力。我不晓得这跟徐巧芯的罢免有什么关系啊？刚才也讲过嘛，这次大罢免是抗中保台啊，你又讲我是中国人，那这不是提油救火吗？所以我真的徐巧芯以后来宾还是要过滤一下了。那否则这个王正德还是来乱的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真的要清党。他以前我认识他，他以前遇到场合他都是喊中华民国万岁。这怎么突然变这样？那另外我讲到，其实刚任俊讲徐巧芯高调与低调，那定义的问题。对于徐巧芯来讲，昨天的作为已经很低调了。对，我不就开个车子到自行车车道，你们这大惊小怪什么啊？对不对？已经很低调了。对，所以我说定义的问题，他的高调可能是等于人家的更高调，他的低调是别人的高调。国内的每一个地区，尤其各个县市来讲的话，桃园刚刚你看，因为桃园是6席都是蓝营的，然后蓝营的全部都面临到罢免作战嘛，所以你们会喊反而罢。国内还有一个县市是
也是全垒打，但是蓝绿全部都全垒打。台中，对，蓝绿都罢，蓝绿，绿营2席，蓝营6席，全部都面临到罢免这个问题。是台中为什么这么特别？因为台中老实讲，每次大家都讲决战中台湾嘛，对啊，有决战中台湾又与决战台中最重要嘛，选什么都一样，对，所以大罢免也不落棋哦。台中的状况是这样哦，第一个，现在以热度最高的，现实讲还是 F3啦，就是罗廷伟、黄建豪跟廖伟翔，那这3个人中，老实讲，又以罗廷伟最高。我刚好礼拜日的早上，先去台中，然后再回新北，然后台中我有去参加就是议员办的场次。其实罗廷伟今天会搞到现在哦，他会变成我老实讲，如果台中总共8席立委，如果现在就要赌说绝对会过，会到最后一阶段，我会赌就是罗廷伟，而且应该就板上钉钉。为什么？就是罗廷伟现在状况是在地方是蓝的，当然很讨厌他，部分蓝的为什么要跟着。地方是绿的很讨厌他，部分蓝的也不喜欢他，这背后有一个脉络啦。我就是说，我这几天一直在讲以前我们跟他互动的故事。他从一个里长，然后后来到议员，然后变成立委。他的关键是这样，我举例啦，我跟林涛，我们大家立场不同，很多事情会针锋相对。可是大家有认识跟互动，在下手的分寸上面，你不会到让人家觉得你怎么抹回抹巴塞，然后你是踩着别人往上爬。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是2014年的时候，他决定就是因为他曾经有考虑过要加入民进党或时代力量，然后在当里长的时候，也跟我们当时整个林佳龙市府团队的局处长都很熟。但后来他决定要加入国民党，我觉得到这里没问题。可是后来他的状况是，杀林佳龙连任那一届的是所有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中杀最凶。杀林佳龙连任那一届的是所有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中杀最凶，然后到这里也没问题，议题都没关系。你知道他杀到什么程度吗？什么？他去林佳龙住家楼下扎帐篷，不，这过头了吧？大家认识的然后然后抗议说哦，你住好房子啊，然后民众在空气污染下面啊，就你作秀做到一个曾经不要讲对你有恩啊，至少大家互动很不错的人，你去人家家里楼下搭帐篷。第二个，后来当议员之后，跟议员的同事之间有出一些状况，然后当然他官司是告赢了，可是我只是讲啊，对方当事人到现在啊，精神还是非常的不好，然后还是在吃药。到了当立委之后，他是怎么在羞辱吴思瑶的，讲人家年纪，那个录影都有，那种不堪入目的话，我就不再讲出来。这一连串全部加起来之后，国民党现在在当区的人现在问一件事情，国民党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罗廷伟可以这样子对以前帮忙过他的人物、政治人物，今天有一天如果卢秀燕拉衰的时候，罗廷伟会不会站出来踩他一脚？所以我觉得罗廷伟现在状况是内外交错了，就是说蓝的大家会对你的忠诚也会有质疑啊，绿的现在觉得说以前你对你这么好，然后你现在怎么会反过回来翻脸不认人？我觉得这些事情累积在一起，那仇恨值是很高的。OK，今天是除了那个你就不叫雅雅，你叫刘正雅。刘正雅，人均不想叫他的那个，觉得叫那个艺名，他可以改。OK， 好。除了他以外，因为还有2个讲说那个陆配是不是恩琪、小薇，然后也是到在今天，然后今天刘世芳部长不是在媒体上在答询的时候，他有讲说一个已经订机票，然后会提早走，另外一个还说什么跟国台办之间的关系好像不错，那个人到底走不走？问题是，慧珍，你觉得他走不走，跟国内接下来所有这些氛围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会耶，因为你看哦，像刘正雅回去中国的隔一天还是隔2天，中国就宣布惩戒11名的一个那个台独人士嘛。那事实上，他宣布的这个台独人士里面，我觉得最荒谬的就是包括检察官，对检察官2个，谁会知道这2个检察官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只不过是办了柯文哲，竟然就因为这样而被所以我觉得他们这3个人哦，已经被让人家认为就是
这个武统台湾的三叔啦，三个代表人物，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华民国派、台湾派的，还有中华民国台湾派的，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这样的言论，尤其在那一阵子，包括那个王宏威，不是说怎么支持他的言论自由这件事情，王宏威的那个也是负面的那个仇恨值也开始飙涨。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也就是跟这个有点相关啊，哈，就是说主要来讲，如果是打着所谓的统独或者是反共，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对的。那回到为什么现在2阶段联署有一点好像 pending， 或者是说没有，就有点降温，我觉得其实跟这件事有关。就是支不支持民进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简化啦。反正就是说，有54.3%的人是不能接受民进党借由立委大罢免之后达到完全执政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当然他的问题有点早，因为根本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会有一个联署上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会认为啊，然后呢联署过之后，然后就是有可能会让这个联署比较放慢。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小薇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啊，因为如果说像他们回到中国去之后还继续，然后或者是说被人家发现有更多的刘正雅，有更多的小薇，有更多的人是在我们台湾这部分，然后事实上是倡导迎合中共的一个武统台湾的言论的话，这一些人不断的出来就会刺激啊，大概看来惨吧啊，就是那这种人，你就是要把他给驱逐出去，就是在台湾这个部分不可以有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却又要跟中共搭这个迎合，然后要武统台湾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事实上是有助于就是赖总统的这样子的罢免。OK， 云涛。国民党现在有定调，针对像这些，包括陆配如果被讲有没有武统言论这些，有的驱逐有什么？国民党有定调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吗？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看起来像陆配，然后到这个欧桂芝老师，然后到一路到这样子，感觉两岸交流，包括台北市的发言人涉入，让大家觉得好像在抹红的感觉。我指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流程过去，它这个短影也不是今天这个礼拜才出现，是有一段期间的。然后欧桂芝老师也不是说现在对这个论调这个礼拜突然有所改变。就如果这个剧本是在天大罢免的柴火，然后刚好对应到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政治操作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立场很简单，我的立场很一致，就针对这些言论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啊。可是如果你要做处置或做驱离出去，真的像事实查核中心董事长讲的，你还是要符合相关的法令，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在这言论你只要超出了你不喜欢，或是说，在我们讲美国的大法官判例，台湾的大法官法庭也是用这样子的美国的判例，就是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嘛，就是可见、明确且立即的危险。如果今天他喊出这个武统，我们不赞同的武统，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指挥中共解放军，你会觉得他真是胡乱。台湾的大法官也被你们弄得到现在也没办法开人选都没出来，还敢说？台湾的大法官的这2号解释，其实就是引用美国过去在1919年的这样子的判例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当然可以觉得这些言论大家不喜欢。在我们讲美国的大法官判例，台湾的大法官法庭也是用这样子的美国的判例，就是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嘛，就是可见、明确且立即的危险。如果今天他喊出这个武统，我们不赞同的武统，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指挥中共解放军，你会觉得他真是胡乱。台湾的大法官也被你们弄得到现在也没办法开人选都没出来，还敢说？台湾的大法官的这2号解释，其实就是引用美国过去在1919年的这样子的判例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当然可以觉得这些言论大家不喜欢，可是在这个大法官的判例上，还是要明确且立即的危险，你才有超出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范老师，像这样的话，你觉得国民党定调的这些，对未来面对到整个大罢免的氛围，然后包括陆配的这些所谓的有没有武统的这些言论，对国民党来讲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国民党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态度吧。你看那个欧桂芝老师，他白云老师，他说赖清德说把对岸当做这个境外敌对势力，他说那我在中国的亲属怎么办？然后他要接受央视的访问。为什么这件事很严重？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啊，
那央视能够上节目都要这个人选，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他们的什么？他们中宣部的同意，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啊。央视又是一个官方的媒体，那你作为一个公立高中的老师，你去接受访问，你事前也没有申请，然后大家会觉得你就是因为你是北一女的这个身份，人家才找你嘛，你有代表性嘛？你今天如果不是北一女的老师，可能人家不会找你啊。所以我觉得那对这个事情，蒋万安怎么说？他说这是言论自由。北北桃的市长都声援说这是言论自由。对，那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不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呢？因为我刚刚讲过，中国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嘛。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教室里面的一些，但他是国文老师，那你去宣扬什么中华文化的优美，我想没有人会质疑你。那他可能有把一些自己的政治立场给在教室里面宣扬嘛，所以有些家长就写信给校长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事情，那蒋万安你这样的做法，那未来大家也会质疑说，你到底是不是站在市政上客观公正，还是你只是因为欧老师他的政治立场跟你比较接近，或者是他可能比较支持国民党的关系，所以你就做这样的判断。那这对于蒋万安未来要选总统的人来讲，大家会觉得你到底有没有肩膀，或者你的判断能力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蒋万安未来他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啊，甚至有可能我要选总统的人。那如果你对这个态度上都是暧昧的话，大家会觉得很意外。那你看 TVBS 上个礼拜有做民调针对赖清德的17条的话，支持是41%，反对是34%。然后他有说呢，就是说认为赖清德他的这个把对岸视为是不是境外这个敌对势力的这个状况的话，43%是支持，也是支持的。那表示什么？如果连 TVBS 这个比较偏政治立场比较偏蓝的都做这样的一种表示的话，我觉得国民党要深思的是，你的支持者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做法也不一定认同。我很快的回答一下哈，欧桂芝老师跟刘正雅是两个不同的太阳。欧桂芝老师是领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刘正雅是没有的。所以我讲欧桂芝老师他的言论自由，我相信教育界会去给他做个评论。那但是刘桂雅不一样，他是还没有拿到刘正雅他是没有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而且呢，如果对刘正雅这种的外配你姑息他，就是在迫害那些爱台湾、维护台湾尊严的外配，你是在欺负他们，你会让他们是一样的。爱台湾的陆配跟刘正雅这种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姑息刘正雅这样的人，你就会让其他的陆配受到整个不冤的蒙羞。另外我在讲刘正雅为什么还有那个小薇还有恩琪，他有说早知道我就早点拿台湾身份证了，就不会被驱逐出境了。就因为如此，考核这一些人要更严格，否则你轻易发给他身份证，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刘正雅也好，恩琪也好，什么小薇也好，这些人是破坏爱台湾的这些真正的嫁到台湾来变成台湾人的陆配，你要向这人负责，最好的方式把这种迫害两岸之间和谐的人赶走，不是5年，永远不要回来。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包括今天最后的定调，到底剩下的会怎么样一些的处理？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整个大罢免的氛围，从每个礼拜。上礼拜到上个礼拜再往下的话，大概每个礼拜都会。那包括绿营也已经直接放话，连清明连假都说大家不要休息，然后这样。那蓝营这个地方看起来，因为既然有8席要罢掉的，可能赵林涛刚刚讲，可能还会有更多。那会不会也会卯住了劲儿？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